各位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外某音乐厅，德国时间今天凌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立即成为全世界头条。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目前光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5人。因为事态一直在不断发展，所以死亡人数肯定还会有变化，受伤的也众多。伊斯兰国目前已经承认是他们干的，但俄罗斯方面声称不排除是乌克兰干的，虽然对方极力否认。有意思的是，美国早在2个星期以前就获得了情报，而且准确预测恐怖袭击可能发生在莫斯科郊外某音乐厅。这么神的预测，是否过于神奇了呢？还是另有隐情？是这个某大国在后面当大导演，还是……毕竟伊斯兰国貌似某大国一手扶持起来，或者给予了各种帮助的。这个我就不做过多解读了，我相信网友比我更懂。现在我们从德国视角来看看本次莫斯科恐袭事件。这是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俄罗斯宣称逮捕了数名嫌疑人。据俄罗斯报道，莫斯科附近音乐厅遭袭后，已有11人被捕，100多人在袭击中丧生。俄罗斯正在调查这起恐怖袭击事件。今天上午，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音乐厅发生致命袭击后，有11人被捕。俄联邦安全局宣布了这一消息。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被捕中有4人涉嫌直接参与了此次袭击。圣战民兵组织伊斯兰国已于周五晚间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周五，几名武装袭击者闯入克洛克苏斯市政厅，当时来自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乐队 Picnic 的音乐会即将开始，音乐厅可容纳数千名观众。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据信有2到5名杀手参与了这次袭击，并向来宾开火。音乐厅内还发生了爆炸和火灾，火势蔓延到楼上和屋顶，死亡人数上升到100多人。据俄罗斯国家调查委员会称，在袭击中丧生的人数已经上升到115人。德国知识补充，据最新消息，已经上升到145人了。此前，俄罗斯卫生部称有90多名音乐会嘉宾遇难，还有3名儿童因伤势过重在当晚死亡。由于受伤人数仍有不同的说法，俄卫生部称至少有100多人受伤，而媒体则称多达145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袭击负责，目前尚不清楚这起事件的可能背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国内情报部门告诉国际文传电讯社，被捕的11人中有4人据说与乌克兰有联系，他们被抓时正在前往乌克兰边境的路上。乌克兰坚决否认与此次袭击有任何牵连，美国也表示没有发现乌克兰参与此次袭击的证据。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斯兰国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该圣战民兵组织在电报 Telegram 上宣布，战斗人员袭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大型集会。独立消息来源尚未证实伊斯兰国是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不过，伦敦国文学院的恐怖专家彼得·诺伊曼已确认该民兵组织的声明性是真实的。血腥恐怖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声称这次袭击为血腥的恐怖袭击。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在电报上写道：“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谴责这一卑鄙行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从第1分钟起就获悉了事件。普京随后通过副总理郭利科娃宣布，他祝愿在袭击中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并感谢医生们的努力。俄罗斯议院上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威胁要对袭击事件中的责任人进行报复。他在电报上写道：“这一可怕罪行的幕后黑手将受到应有的和不可避免的惩罚。”他补充说，与此同时，国家将尽其所能地帮助失去亲人的人们。媒体报道加强安全防范措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他向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索比亚宁还说，莫斯科周末的所有体育、文化和其他活动都已取消。俄罗斯首都的博物馆和剧院也宣布暂时关闭。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报道，该国几个主要城市和莫斯科机场都加强了安全措施。据塔斯社报道，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已关闭。
袭击发生后，德国外交部更新了其旅行和安全建议，外交部呼吁人们避开袭击地点周围地区，并听从安全部队的指示。袭击发生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已进入最高恐怖警戒级别，因此机场、火车站、地铁所有公共场所将大大加强安全措施。我们来看看另一篇德国电视一台的总结报道：莫斯科附近袭击事件的已知情况。莫斯科附近的一个音乐厅发生袭击事件，100多人丧生。目前对袭击事件和犯罪嫌疑人了解多少？俄罗斯的进展如何？最重要的事实一览。发生了什么？好，朋友们，这部分就不用重复了，前面的报道已经说过。有多少受难者？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有145人，其他的也不用重复。谁该为这次袭击负责？前面一部分说伊斯兰国承认是他们干的，然后说伦敦一个研究恐怖组织的专家 Neumann 认为伊斯兰国的自白性是真的。我们从这段开始翻译。据俄联邦安全局称，这4名嫌疑人据说与乌克兰有过接触，他们被捕时竟在前往乌克兰边境的路上。塔斯社援引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称，在实施恐怖袭击后，犯罪分子想穿越俄乌边境。据调查委员会称，4名嫌疑人在布良斯克地区被捕。乌克兰否认参与了此次袭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约翰·科比强调，美国也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美国政府还表示，早在本月就曾警告俄罗斯可能会有重大袭击事件发生。然而，克里姆林宫拒绝接受这一说法，认为这是西方的挑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回应美国的声明时说，为乌克兰开脱罪责还为时过早。在没有可靠事实的情况下，白宫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提前宣布免罪。接下来，俄罗斯当局会怎么做？这部分就不用翻译了。我们接着看网友评论。我们先看看德国电视一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是美国人干的。下一条评论：他将比北溪2号更快得到调查清楚。下一条评论：即使你们了解真相，也会为了取悦红绿灯政府而进行修改、谎言、伪造。大家都知道这是德国的公共媒体。下一条评论：这起袭击事件才过了24小时，我们知道的比1年半的北溪爆炸案还多。下一条评论：那么你们德国公共媒体打算如何再次陷害和煽动我们呢？下一条评论：我们所知道的，至少普京又失败了。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贴出的这张截图信息量挺大的，这是谷歌翻译出来的图片上的文字。该模板目前尚未使用，因此在电报的恐怖组织频道中，这些帖子并不是那么带有伊斯兰国、俄罗斯禁止的恐怖组织。声明的新闻很可能是假的，这种模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伊斯兰国使用了。此外，据特别公共页面报道，该恐怖组织的电报 Telegram 频道上没有此类帖子。下一条评论：普京会让他看起来像是乌克兰人干的。好，德国只是说点题外话，目前好像真有这样的趋势，各方面都想甩锅乌克兰。当然，大家出发点不一样。比如关于北溪输气管被炸一事，目前德国也通过媒体带风向，说可能是乌克兰人用小型游艇干的。俄罗斯现在也说，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不能排除是乌克兰干的。反正乌克兰就是个替死鬼，谁能保证不是丑国操纵的呢？或者从阴谋论来说，俄罗斯也可以来一个苦肉计，进而可以直捣乌克兰首都，然后把乌克兰灭国，这都不是没有可能，对吧？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不会相信你们的报道，至少这是肯定的。德国知识点评，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不少网友评论都鄙视德国公共媒体，这是非常悲哀的。连德国公共媒体都没有可信度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不得人心啊！说明德国公共媒体过去报道了太多的假新闻，不得不说，这是德国的悲哀。下一条评论，再清楚不过了，
他们将此事甩锅给乌克兰。下一条评论，我更愿意从英国 BBC 和其他独立媒体获取信息，而不是从靠强制手段资助的德国国有媒体获取信息。下一条评论，俄罗斯扣留了所有11名涉案人员，至少其中1人会说出幕后黑手的名字。下一条评论，德国国家电视1台一无所知，他的任务只是造谣。现在我们来看德国电视2台对这件事的网友评论，向死者家人和朋友寄最深切的慰问，愿世界范围的疯狂早日结束。下一条评论，哇，看来荷兰人的警告是对的。下一条评论，2名嫌犯可能把身份证忘记在那里了。下一条评论，又是和平宗教干的。下一条评论，伊斯兰教和民主水火不容啊。下一条评论，很糟糕，非常糟糕，总是针对无辜的人，向受害者亲属表示哀悼。致德国电视2台，简明扼要的报道，最重要的是中立，我希望公众媒体也能如此，谢谢你们。下一条评论，幸运的是屠杀者被活捉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幕后黑手会坐在哪里。下一条评论，哇，生活在一个什么都知道，甚至比当地人还清楚的国家德国，真是太棒了，真是知识主权啊，只可惜还弄不清北溪被炸真相。下一条评论，你必须记住，乌克兰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已经发生了2年多了。下一条评论，我对许多无辜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即使这对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帮助，但愿世界和平。也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加沙，满意了吗？不要总是拱火，让人类经常对立。现在我们来看这家私人媒体德国《时代报》对这件事的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11名嫌疑人被捕，如果有4名嫌疑人被当场抓获，我还可以理解。至于其他人几个小时后被捕，只有3种可能：第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事先知道，但没有阻止；第二，联邦安全局只是抓住了某些人，以显示快速成功；第三，联邦安全局是世界上最棒的调查机构。下一条评论：俄罗斯当局在袭击发生后如此迅速地公布调查成果，总是令人惊讶，就好像他们的冰箱里总有几个人作为存货一样。下一条评论：这次袭击让普京暂时显得软弱无力，我希望这是普京结束的开始。下一条评论：根据塔吉克斯坦的互联网，伊斯兰国是有道理的，俄罗斯很难在这里指责乌克兰。我为受害者感到难过，就像空袭中的乌克兰人一样，没有人应该死于暴力。下一条评论：在进行详细调查之前，俄罗斯暂时不排除与乌克兰的联系，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说实话吧。下一条评论：碰巧有乌克兰公民，或者说联邦安全局现在又魔术般的变出了什么？下一条评论：这次袭击可能会让俄罗斯人对他们2年多来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有一点点感同身受。下一条评论：布良斯克直接位于莫斯科和乌克兰之间，无论真假，这当然很容易被利用。我很想知道俄罗斯是否会接受伊斯兰国脱离乌克兰战争这一明显事实，但我更好奇的是，他们会用怎样的心理杂质将责任归咎于乌克兰人？但从伊斯兰国的宣告信来看，这暂时不像是假的。下一条评论：独裁政权能够如此迅速地抓获并展示罪犯，总是令人惊叹。下一条评论：谁能想到把阿富汗让给塔利班统治，伊斯兰国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袭击，也会发生在欧洲。下一条评论：俄罗斯的现实与我们不同，在那里斯大林备受尊崇，波兰实际上入侵了德国，而最近发生的瓦格纳首脑普里戈金政治谋杀案则是悲剧性的意外。即使西方流传着伊斯兰国的责任声明，这也不意味着它符合俄罗斯人的现实，
欢迎来到多元宇宙。下一条评论：伊斯兰袭击事件通常在周五发生，从这个角度看，这很合理。如果想从整个事件中得到一些好处，那就是俄罗斯和西方有了共同的敌人。最后，我们看另一家德国私人媒体《德国世界报》的网友评论，所有这些媒体都是德国主流媒体。第一条评论：这是恐怖主义，别无其他。任何人如果还像某些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对此拍手称快，那就真的失去了道德底线。下一条评论：你说的太对了，亲乌克兰的反俄宣传以及对理想对手的非人化，软化了西方价值观中许多人的头脑和心灵。我向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和同情。下一条评论：这里的一些评论让我不寒而栗，请区分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人民。我也希望看到在德国区分人民和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同情他们，因为在俄罗斯方面已经有足够多的无辜家庭的父亲在战争中白白牺牲了。下一条评论：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做什么，像你我这样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受害者及其家人首先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俄罗斯人在那里庆祝，而乌克兰人却无家可归或死于俄罗斯的炸弹，这当然很奇怪。但作为一个文明的基督徒，这并不意味着我为这种恐怖袭击罪行辩护。下一条评论：如果看看这里的一些评论，就会发现评论区里的许多人对俄罗斯有多大的深仇大恨。显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已经让一些人脑浆迸裂，现在可能有一些人正坐在家里因为这一事件而狂欢。我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下一条评论：我读了不少评论，其中相当多的评论令我反感，对恐怖袭击受害者的仇恨和缺乏同情令人恐惧。下一条评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你我一样，我为一些关于莫斯科袭击事件的评论感到羞愧。下一条评论：论坛上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在评论，这是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是对热爱音乐的那部分人的恐怖袭击。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恶心呢？我希望你们没有孩子来传承你们的思想。下一条评论：同理心、人性，影都没有。这里有些人庆祝俄罗斯人被活该屠杀的事实，简直是丑闻。死的人越多越好，我真是哑口无言。下一条评论：普京释放了许多因服役及谋杀乌克兰人和窃取土地而入狱的罪犯，因此这些重罪犯现在在社会上肆虐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仅仅是个开始。下一条评论：不幸的是，受到打击的是错误受害者，而肇事者正在品尝他的晚餐。下一条评论：今天上午，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了野蛮攻击，可能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罗斯人在音乐厅庆祝和狂欢。下一条评论：在媒体上，俄罗斯的形象非常负面，但你不必这样，向受害者表示哀悼和同情。下一条评论：全世界都在发生着什么样的野蛮行径？这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毫无意义的行动，最终只会带来死亡和痛苦，太恶心了。下一条评论：无论肇事者及其盟友实施恐怖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我都要向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慰问。无论是在纽约、巴塔克兰、布查还是莫斯科，暴力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人类大家庭一次又一次的相互对立，在论坛上也有大量新的仇恨和暴力的素材。好，各位，今天我们就到此吧。目前看来，好像只有德国《世界报》有很多评论谴责为此次恐怖袭击拍手称快的，前面的《时代报》的评论没有看到任何人这样的谴责，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德国媒体不间断的负面报道普京以及俄罗斯，所以德国人相面的负面情绪很大。但如果对恐怖主义行径叫好，那跟畜生没有区别，人类良知应该都是一样的。你们说是吗？